哎，穆大人，你是要给我看什么呀？公子即可便知。不过青莲姑娘在这儿好像不方便。哎呀，没什么不方便，你把它当成这个板车就行了。耶！嗨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刚才问公子，公子不是说无妨吗？哎，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他们在例行检查，因为每次可以出入营库的只有这些库丁，所以他们每次出营库的时候都要举手、拍手、大叫、跳板凳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口中、手中、腋下没有夹带银两。嘘，他们每天都这样吗？不错，但即便是如此，库银还是经常失窃。公子，下官机缘巧合，听说这行窃之人是……跳完了？莫非下官的消息有误？也未必，有些地方是我们瞧不见的。吴兄，先别让他们走，我有话跟他们说。是。记得啊，让他们穿衣服啊。你搂够了没有啊？他们现在脱裤子了。这刚入春，天还凉着，刚才各位这样赤条条的，就不怕冻坏身体吗？谢邢公子体恤，我们习惯了，这3、9天也就这样。辛苦啊，各位辛苦了，来人。快点儿，慢吞吞的。刚煮好的姜汤，大家赶快喝吧，一人1碗。谢谢邢公子。别客气，来吧。多乖巧的奴婢！这奴婢真好看。贤惠啊，贤惠，这个奴婢贤惠啊。辛苦啊！好，既然大家都喝完了，身子也暖和了，我们就该好好的聊聊了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王爷派我收欠银，那我总得知道这银库是怎么一回事吧？所以今天呢，就是来问一问银库的规程。邢公子，这规程繁长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明白。你要真想知道，属下单独给您汇报。邢公子，小人想出宫，小人也想去。痛！让库丁把私藏的库银拉出来。
这是堂堂公子做的事吗？他老三缺了大德。公子啊，那可是我亲弟弟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亲弟弟，你弟弟都敢收买库丁盗库银，那还用我救他吗？这是谁出的主意？竟然藏在这么龌龊的地方！穆天书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公子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罪，而且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男丁，我求求你了，公子，你救救他吧！我怎么救？你没看出来老三的目的吗？这明摆着在我后院放把火，逼我还钱。那你就去还了就是了嘛。我不还。公子，闭嘴！公子，再敢说！宋管家，让我们见世子一面吧。想和世子爷聊，干什么的？你干什么呢？做公子。走，快点！快！也不知怎么了，突然就想吃这荷花酥。这点心费时费力，你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？姚夫人的吩咐，就算费再大的力气，也是婢妾应该做的本分。况且听说公子自从得了穆大人相助，短短几日，半数欠款都已归还，眼看这治水款项都要齐了，婢妾自然要来向姚夫人道喜。行了，也是你的功劳。奴婢给各位夫人请安。姑娘，刚才公子派人连位居，说是要接您去摆真相。怕是要恭喜莲姑娘了。摆真相，都知道是公子最喜欢的地方，可是从来都没让妻妾陪同过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夫人，苏南春来了。请。启禀姚夫人，王府刚赏下了一盒绢花，公子知道姚夫人喜欢，就派小人马不停蹄地送来了。这一盒都是给我的，公子是这么说的，连夫人都没份儿。公子说穆大人劳苦功高，只要是姚夫人喜欢，就全都是姚夫人的。至于别人有没有，全凭姚夫人您说了算。我哪担待得起呀？莲姑娘说了算吧。婢妾不敢。就凭公子对你的宠爱，我这朗月阁都能赏了去，又何况几朵假花呢？苏南春，给莲姑娘选选吧。姚夫人看到的是几朵假花，而婢妾看到的却是公子邸的整个花园。从前没看出来，你嘴还挺甜的。罢了，选几朵吧。是。婢妾什么身份，婢妾自己清楚得很。能分一碗薄粥，全是因为沾了姚夫人的福气，怎么可能僭越呢？行了，把花带上。多谢姚夫人。
莲姑娘这镯子看着甚是金贵，不像是妹妹的东西啊。祖上传的，一直带着呢。二位夫人慢聊，婢妾告退了。姐姐这是做什么？难道你是看出什么纰漏了？我没看出什么。可是从什么时候起，妹妹信不信一个人，只看她有没有纰漏了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想不出来，一个虚情假意的人，怎么会去帮助敌人的家族，让自己永无翻身之地？我累了，姐姐也回吧。哦，希望这样的事没有下一次。公子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？到这儿还能干嘛？花钱呢。哼。哟，信公子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来，请坐。最近啊，小店来了一批成色非常好的东西，让您过过目。来，端上来。好嘞。来，喝茶。多谢。信公子，您瞧瞧。哎，这个还不错啊。这串耳环很多人都试过。哎呦，没有一个像姑娘您啊戴上这么好看。这张大饼撒上这2叶葱，哎，可以出锅了。信公子啊，说笑了，这巴掌大的脸怎么会像大饼？哦，我这儿还有更好的。来，拿过来。哎，好。信公子，您瞧瞧。这个色泽还不错。这个秤杆子，配上一个秤砣，哎，刚好称称刚才那张大饼。信公子，这些可都是本店的镇店之宝了。您若还挑不上，小店可就真没有了。张掌柜，你谦虚了。要是连你这儿都没有，那整个百真巷还能找谁买东西去啊？小人哪敢谦虚啊！信公子都快把百真巷逛完了，您要是在这儿入了眼，那小店不也是扬眉吐气了吗？无奈您的眼光实在太高，小店确实是没有了。这么说，都拿出来了？都拿出来了。是吗？你昨天不是收了季善署齐大人的金箔卷丝琉璃珠，然后前天又从审理署冯大人手里呢收了牡丹纹眉瓶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还从左公子手上收了一件掐丝菱纹银盘，都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。东西在哪儿呢？让我瞧瞧。瞧瞧，就说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信公子。这些东西我是收过，可是做生意啊，讲究的是有买有卖。您说的这些物件已经出了。都出了？都出了。这么快？这么快。一个人？一个人。这么大手笔，谁呀？买家想隐着，信公子也是懂规矩的，就别难为小人了。哎，公子到底还要逛多久？逛到有你喜欢的为止。是逛到有婢妾喜欢的，还是逛到公子摸清这百真相的底？近日穆大人劳苦功高，公子要赏还是赏穆大人的。婢妾有些累了，先休息一下。小儿来壶茶。哎，你就没有功劳吗？你最近不是很忙吗？婢妾忙什么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怎么可能忙呢？哟，那怎么没看到礼堂啊？他家里有事，跟婢妾告了假，回家几天，今日就回来。
那我怎么听说有人看到他在盗库银的五夫人家地门外？啊，先是做伪证罚了怀蕊，再来就是提供消息助穆天书立功，这样样呢都是给海瑶往高处抬。丫头在打什么算盘？我怎么没看明白呢？哦，公子明知道夫人是被冤枉的，不也一样顺水推舟？婢妾跟公子打的不是同一副算盘吗？我哪有什么算盘？我就是嫌公子，我恨不得天天混在这文玩字画里面。是吗？那婢妾最近听说这摆真相真是热闹极了，全曲梁的达官贵族为了归还欠银，都把自己的宝贝拿到这里来卖。谁家想还钱，谁家不想还钱，都在这文玩字画里。哦，你这丫头还知道些什么？婢妾还知道，公子一尴尬就拉长声音说话。你再高兴我瞧瞧。公子，放手，放手。谁叫岁岁红莲叶，两处沉银各自知。掌柜，把这戒指包起来吧。哎呦，真不巧，新公子，这枚戒指已经被人定了。又被定了？被谁呀？这……明白，引着嘛。对不住了，新公子。什么都是缘分，得着了也是缘分，得不着也是缘分。现在得不到，不见得永远得不到。丫头，缘分是果，而不是因。这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能卖给谁啊？我要是不留李大人东西，他也不能走啊。说是急着还王府欠银，啊，我只答应了寄卖。寄卖？寄卖也要有人买呀！啊，去，扔了扔了。等等，这些东西，新公子别误会，小店从不收这些不入流的东西，这也是被缠的没办法。这些东西我要了啊！你知道这是谁家吗？别摘了，下来吧，小心点儿。下官拜见谢公子。岳父，请起。王爷，三公子出了摆真相了，事情都成了，成了8分了。先是查出了夹带库银，逼五公子他们带头还了钱，现在到摆真相观察动向，统控大局。手脚牵银这么重的差，被三公子另辟蹊径，办得十分灵巧。不知王爷这么一考，三公子可算是过了。于队长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哪里不对劲儿？好像是太平静、太顺利了吧？
等着瞧吧，惊心动魄的事儿还不知道在哪儿等着呢。没想到莫夫人还有这样的福气。其他人借库银都是为了自己挥霍，但李大人却是为了救助穷人。我记得几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也是水患，他把他皮袄都卖了，换粮食给灾民。然后我就问他，那到了冬天怎么办？难道你要把你的绸衫都卖了吗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他怎么说？他说他的绸衫去年都已经卖掉了。我当时心里就想，这么好的官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寒了他的心。可惜，我除了能够免他的欠银，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如今我只希望浅墨的小孩平平安安的出生，我一定悉心教导，好好待他。你这么做，就不怕别人说你不公吗？不公？这个世上有黑有白，有贫有富，处处都是不公。我只相信一个人的良心。怎么了，丫头？就突然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，是吧？这世上呢，好男人不只有吕北义一个。你看他冷冰冰、硬邦邦，哪里好啊？哎，我总比那颗石头好多了吧？公子每天捉弄婢妾，难道你就不觉得累吗？哎，我怎么会捉弄你呢？你可是我用千里良驹换回来的宝贝，我疼你都来不及呢。真的？公子果真这么喜欢婢妾？既然这么喜欢，那一定是有求必应喽。那婢妾现在觉得公子府里的女人太多了，想让公子把大大小小的妇人都休掉。既然公子不爱江山，只爱美人，那方家、穆家也没有什么用了吧？袭爵也更是没有什么用了吧？不如你我花前月下，双宿双飞，岂不更好？若是公子怕了，请你以后离婢妾远一点。我又不是下人，这丫头哪儿学的？小姐，是新公子。都说了让你别扭头。怎么办呀？跟我来。快快！袁雪，是你吗？袁雪，袁雪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。没事，走吧。郡主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看完我想看的就要回去。可我们……
可是我们这样擅自出来，万一被王爷知……没有什么万一，只要我们天黑之前回去，谁都不会知道的。你是谁？别过来！你干嘛？你郡主，哎，郡主，郡主。为什么要杀我？挡了秀公子的路。您的菜好吃好喝啊！哎呦，客官，来点什么？借用一下。兄弟好啊！帮我。哎，谢您了，客官，慢走嘞。啊，你的酒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最后一壶，明天赶紧去别地儿。自己来也就罢了，带着一个狐朋狗友的朋友，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？还有你，娘里娘气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小点声。不好意思，你谁呀？这么着急，赶着投胎呢你？走路不长眼的，这都什么人？这是。你别过来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玲珑头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这样日后你再喝酒，便能瞧见我对你的惦念，看你还敢不敢？
能不能请你送我去一个地方呀？你想要什么？尽管开口，我一定好好。我只是想拿回我的酒壶，安安静静的找个地方喝酒。你若是再这么聒噪的话，我就让你以后再也开不了口。温柔夫人安。妹妹怎么说来就来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华服，看茶。是。事出禁足已有一段日子了，一直未来拜访柔夫人，还请夫人见谅。这么晚了，妹妹还来看我，真是有心呢。辉儿的镯子不适合妹妹，戴久了会勒疼你的。没想到，柔夫人对姚夫人情深意重，简直让我刮目相看。那婢妾也送柔夫人一句话：虚情必定换虚情，真心未必换真心。与虎为伴，小心终有一日为虎所伤。东篱走。柔夫人刚回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手？她的手怎么了？很红。我故意摸过了，像冰一样，就像是暴露在隆冬里的一双手。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现在又不是冬天，她究竟是去了什么地方，才可以把手冻成这样？冰房？现在又不是夏天，这么晚了，她去冰房究竟要干什么？小心，小心！姑娘慢点。好冷啊，小姐，这里都是冰，真的会有什么吗？姑娘，您的意思是？换子。睡吧，他不敢进来。此刻他不敢，是因为你在这儿。可你始终都是要走的。他死守在门外，不就是在等你离开吗？你刚才说想去一个地方，是哪儿？空心庵。千金大小姐太清闲了，想玩削发为尼的游戏啊？你不会懂的。从出生到现在，我是第一次看见外面的月亮。我住的地方，就是一个用漂亮衣服和珠宝首饰堆成的坟墓。离开的方法只有一个。就是嫁给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达官显贵，然后搬去另一个坟墓。
既然我倾其所有，也没有办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那我至少可以遁入空门，青灯古佛。普通人的生活，你知道什么是普通人的生活吗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粗茶淡饭，相濡以沫。金丝雀，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普通人的生活。你可试过一夜之间一无所有，看着全家老小在你面前悬梁自尽？你可试过学富五车，却被人弃如敝履，像杂草一样随意践踏？你可试过和自己最爱的人本将拜堂成亲，却活生生被棒打鸳鸯，只能把他亲手送给另一个男人？等你这些都试过了，你再来跟我说普通人的生活。公子，今天晚上早点回来。妾身快要临产了，没有公子的陪伴，妾身心里不踏实。哎呀，今天怕是早不了啊。虽然治水的钱已经够了，但今天还得押送官银出库。就说你教，我不是一大早就来陪你用膳了吗？还嫌不够？离开公子，妾身一天都待不了。哎呀，你看我不都亲自给你剥蛋了吗？那就别缠着我了。逗你的。公子，公子，穆大人来了，在外面候着呢。啊，正好，让他进来吧。你们兄妹俩可以好好聊聊。穆大人说，现在不少百姓正在典宝署门前闹事儿，请您赶紧去看看。他们又没欠库银，有什么好闹的呀？李大人他自尽了。苏南春，你马上去找穆大人，让他去安抚闹事的百姓，就说昨天我已经免了李大人的欠银，他不可能因此而自杀。还有，我定会查出真相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去吧。公子，那莫妹妹呢？别跟她说，她胎不稳，受不起这个。到时候，她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。夫人，叶夫人来了。她来做什么？妾身问姚夫人安。坐吧，叶姐姐真是稀客啊。怎么最近不到夫人那儿请安了？妾身却有依附夫人之心，只是妾身坦诚相见，夫人却从始至终连帘子都没有拉开。夫人心思深沉，岂是寻常人所能亲近？所以今天，妾身特来另投明主。姐姐当我这朗月阁是什么地方？姐姐的美意，妾身心领。可是我这儿虽然庙小，但也不缺姐姐这尊佛。哎呀，不送了，请吧。朗月阁不缺，那兵房呢？什么？若是这公子邸真没有妾身的容身之处，
那就像妹妹的孩子一样，躺在冰房里，也未尝不可。这大早上的就在这儿胡言乱语，你说的我怎么一句都不懂呢？妹妹不懂，不知公子懂不懂？你是想威胁我？李大人是好官，为什么要活活逼死他？对，要不是李大人，我们全家都已经饿死了。我们要见新公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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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，百姓闹得厉害，恐怕对你不利，要不我派兵吧。运送官银赈灾事大，就由着他们了。走后门。是。袁雪，二哥，哎呀，快停下，快停下！哎呀，夫人要是受不住，今日就先回去吧，明日再走。现在的苦，都是为了以后的甜。只愿我能顺利诞下一个小公子。快了，夫人，只有1个月了。是啊，还有1个月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我亲耳听公子说的，还说千万不能让莫夫人知道。那这是为什么？这还不清楚吗？那莫夫人的胎本来就不稳，要是让她知道自己的父亲自杀了呀！说什么？奴婢该死！奴婢该死！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奴婢说，我让你再说一遍！奴婢说，李大人因为还不起欠银，悬梁自尽了。夫人，您千万别爱呀！夫人，流血了！快叫医官来！花伞，看一看嘞，花伞。咱去那边。我笑你自以为是，却是这天下最懦弱之人。你今日的苦痛，并非源于境遇，而是失去尊严。可你选择的活法，却是将最后仅存的尊严亲手丢弃。夫人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！夫人，叶夫人求见，她好像……夫人，叶夫人，你老婆子奉命来给莫夫人接生，说是情况不太好，耽误不得了。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的。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。我还要的孩子没了。什么？姚夫人，你说以后该怎么办？您能饶了奴婢一命，你让奴婢做什么，奴婢就做什么。还要李建墨的孩子。叶夫人，夫人，叶夫人，夫人，姚夫人早产了。
夫人早产体弱，不能受风，快把门关上。是。夫人，让开。恐怕不方便吧，夫人。姚夫人有令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许良川，你家夫人只是个侧夫人，已经瞎了狗眼，不给我家夫人让路，走开！夫人，行了，我要去见姚妹妹，让开。夫人，姚夫人正在产子，即便是您这样一场派也是不合规矩的吧？合不合规矩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景山在。夫人。恕小人冒犯了。徐阳川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大胆！你们是公子的下人，竟敢违背我的命令，你们就不怕被遣送出门吗？夫人，您莫忘了，现在管理府内大小事务的人是姚夫人，您还以为您能一家独大吗？你们听命便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自然有公子给咱们做主。是。我知道信公子在哪儿，跟我来！你可知要杀你的人是谁吗？郡主在遇到我们时，可有别人看见？应该没有。上茶。元雪，别怕，一会儿二哥就送你回王府。嗯。我们要为李大人讨个公道！快快快，在那儿呢！保护库银。明白。保护库银。玉，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你就是信公子。没错。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尽管开口就是。我们想要什么？信公子难道不明白吗？为了些银子，值得吗？信公子觉得不值得，为何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为何让人白白丢了性命呢？不错，人命关天，银子怎么会有命重要？你们可知这是什么罪？我们顾不得了，我们这些人本来就一穷二白，也没有什么活路。我们要活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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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放的箭？官兵杀人了！官兵杀人了！官兵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拼了！三公子逼死了一个官员，王爷尚可容得下；要是杀死了一个郡主，那……王爷，元雪失踪了。
怎么样了？稳婆说我家主人胎很弱，恐怕得费些功夫了。带我进去吧。是，姐姐留步。柔妹妹跟姚妹妹是情同姐妹，居然不在朗月阁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姐姐不是来得更快吗？我是嫡夫人，所有姐妹们的子嗣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当然来探望。既然是来探望，便应该跟妹妹一样，安安静静在外面等着才是，何必非要进到里面呢？我想去哪里，莫妹妹都还没过问，却要柔妹妹来做主吗？莫妹妹在生着孩子，自然顾不上这些。这底下的下人也是粗心，全是些不济事儿。你想说什么？姐姐一定要妹妹说的这么明白吗？自然是要防着姐姐呀。姐姐之前在朗月阁做过什么，还要妹妹再说一次吗？放肆！难道我会害莫妹妹的孩子吗？妾身可没这么说。可这是公子的孩子，谁敢出一点岔子？再说了，既然姐姐没有恶意，为什么瓜田李下的惹人怀疑？这如果莫妹妹的孩子出了什么岔子，妾身相信姐姐，可不知道公子肯不肯信呀？小姐，小姐，如你所料，许继柔去了天蓝阁了。姑娘，公子出事了。对不起了，郡主，到了阴曹地府，别忘了说是死在西公子手里。是你，公子受惊了。莲姑娘，莲姑娘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莲姑娘，这些都是公子的。我知道他没有瞒着我。你要是把他带走了，公子会要小人的命的，莲姑娘。你要是不让我走，他才会要你的命。莲姑娘，小人不能让你走。你知不知道这马车上装的，关乎着公子的身家性命还有前程？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夫人，你先进去吧。婢妾给夫人请安。如今我还担得起莲姑娘的礼吗？无论何时，夫人永远是夫人。婢妾尊敬清净之心，绝不会变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事到如今，那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婢妾现在真的有要紧的事情，必须马上去阻止。有什么事情比公子的子嗣更重要的？洛青莲，若我不是真的走投无路，我绝不会来找你。难道眼睁睁看着穆海瑶再一次颠倒黑白，再夺走一个辉儿吗？夫人，婢妾要做的事情刻不容缓，还请夫人放心。刻不容缓？你知道什么是刻不容缓吗？现在公子邸所有的花，都是姚夫人喜欢的，还有下人的春衣、料子，都是她选的，连这个马车都是她要换的。孩子没生出来，大半公子邸都是她的。那如果生出来呢？我已经不记了，
现在只有你才可以阻止他。你当我求你，替公子弟所有女眷们来求你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必须马上出门。公子此刻危在旦夕，若不出手相救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狄夫人，对不起。你怨我恨我皆可，但为了曲良未来，我今天必要一搏。使劲儿，用力！婢妾的苦衷，日后夫人自会明白。现在婢妾确有要事在身，还请夫人放心，不必往后了。识物并没有错。洛青莲，你真的很聪明。是我是你，要看看孩子。孩子怎么不哭啊？夫人，夫人，我再去一次朗月阁，大不了这夫人我不要了，也不会对不起辉儿。来不及了，姚夫人刚刚诞下一位小公子，而莫夫人的孩子出生便夭折了。恭喜莲姑娘，如愿以偿。希望以后跟着新主飞黄腾达，风光无限。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莲儿吗？李唐在，我们走。你怎么知道有人要劫野？在下并不知，可能是老天在替信公子给在下出考题吧。什么意思？在下特来投奔信公子。投奔？投奔你的仇人？同路是友，殊途才是敌。祝信公子成就大业，也就是祝我吕北义除掉贱籍。
跟这些相比，以前那些仇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恩仇不拘，果然是智者啊！医术精湛，文采斐然，还武功高强。好，李北翼，你还想让我知道一些什么？公子若想知，自然会知道。公子，伤亡如何？回公子，死伤惨重，不过70%都是劫匪。一直以为曲良富强一方，没想到百姓还贫困辽苦，不惜以身犯险去劫官印，不仅什么都没得到，还白白丢了性命。信公子认为，他们真的是百姓吗？听说，若真是百姓的话，就算是连襟力壮的百姓，信公子以为自己可以以一敌几？以一敌3。可是这里面有些人，公子以一敌1都难操胜券吧？等等，曲良的百姓何时会用这种武器？大人，小人该死，全军覆没。那郡主呢？在新公子那里。